永远不要去疗愈你的伴侣。有很多人认为亲密关系中的痛苦是伴侣带给我们的，只要伴侣做出改变，痛苦就会消失。所以你总是想要把一些谈亲密关系如何相处、夫妻之间如何避免冷暴力等这些好的视频发给你的另一半，但得到的结果通常都是你很烦你不要被这些毒鸡汤给骗了。为什么我不希望你们总想着去疗愈你的伴侣呢？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很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位，觉得他就是不懂得经营婚姻，他就应该学习，认为你就是提供给他帮助的人，他就应该看你给他的视频，他就应该听你的。这种长期不对等的关系很容易激起伴侣的愤怒，他会因反对而反对，甚至用冷暴力、出轨的方式来宣泄。请记住，我们无法疗愈伴侣，只能疗愈自己。也就我常说的，谁痛苦谁改变，因为无论是谁都不愿意被别人掌控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觉察自己的行为，看能够做些什么来疗愈和滋养自己。也许了解自己的童年创伤，看看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是痛苦的来源，这样自我疗愈好了，你更心平气和了，对方能够接受你对他的帮助的机会就更大了。什么是高质量的情绪价值啊？很多人都在谈情绪价值，强调跟老公说软话，要撒娇。其实真正高质量的情绪价值，是他可以很轻松自由地跟你吐露他的心事，他的软弱，甚至他的伤痛。男人面对外面的世界，为了面子全都是伪装起来的，甚至人们认为男人是不可以有情绪的，他连情绪都需要藏起来，否则就不 man。而他认为只有在你面前可以很自在，也是很多人说，我家这个男人在外面跟孙子一样，回到家就跟大爷一样，因为他以为他可以不用伪装的跟你分享所有的事情，如果你不随意的评断他，甚至还会同理他，至少他面对你的是放松、舒服、愿意说的状态，你不用刻意说什么话、做什么事讨他欢心，情绪平和、愿意倾听，那就很棒了。因为你把对错、输赢、公平与否先放了下来，这就是高质量的情绪价值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或夫妻正面临冷暴力的，可以找我，让我来帮帮你。分辨男人是否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某个人或做某件事，那是需要承诺的。例如我想成为一位钢琴演奏家，那你就得承诺每天练习3到4小时。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想要，而不是真的要。如果有人说我是真的爱你，你们如何判断真假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看他是否愿意承诺。最重要的不是嘴里的承诺，是为他的承诺付出行动。例如他是否愿意陪伴你，愿意赚钱养家，或在你最糟糕的时候不离不弃。嘴说的全是瞎掰，做到了才是真爱。如果对方只是满嘴的说我爱你，却伤害你，不陪你，也没钱也没态度，那就当个故事听听就好。因为真爱或真的想要是要付出行动的，只有承诺行动才会带来成功和结果，不是吗？2种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伤害最大。第一种，当孩子考不好时，父母比孩子还焦虑，表现出极其不稳定的情绪，最后波及到孩子，孩子的内心越来越恐惧，这是父母制造的焦虑。第二种，当孩子受伤时，甚至伤害自己时，你还告诉他你继续啊，你死不了了。这不是简单的造成焦虑，而是造成了创伤。孩子向你发出求救信号，你不但不理，还火上浇油，他的内心种下了一个种子，他认为连我最亲的父母都这样对我，这会在当时造成巨大的伤害，或他会带着这样的伤害在往后的亲密关系里没有安全感，爱与被爱的能力也会缺失，因为和父母互动的经验很糟糕啊，所以他社会化困难，得靠着讨好人来博取别人来爱他，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形成的过程。我们常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，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，这些伤害是过去，但你却可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一直认为人的童年没有得到足够的爱，那么所有的爱都在等待你去发现。如果你在亲密关系里也经历了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创伤，不知道怎么办时，可以找我，让我来帮帮你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为什么男人不想干家务？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经过大量的观察研究人类的行为，发现双重批判会让一个人得到神经病，就是一个人他怎么做都是错的，这就叫双重批判。例如老公不爱干家务，你说他懒，什么家务活都不愿意分担，而当他决定走进厨房把碗给洗了，你又说他笨，
连个碗都洗不干净，不做就是懒，做了就是笨，这就叫双重批判。你说换了你愿意干吗？这种双重批判会让对方一开始很难受，因为他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，后来就疲了，根本不想再做了，因为不想听你唠叨。回想你训练狗狗要听你的话，学握手，不管它抬得高不高好不好，你都知道赏块饼干给狗吃。而老公干家务，你却嫌弃得不得了，怪不得人家不想干吧，他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。聪明的你记住了，只要干了，无论干得如何都奖励他，简单的口头赞美或亲亲抱抱都可以，让他感觉不做家务会被你说懒，做了家务好歹有个奖赏，这样才能正面的引导他越来越喜欢干家务活。爱的5种能力，第5种是正面的影响力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发挥自己对伴侣的影响力，怎么驾驭你的伴侣，欢迎私信我，让我来帮帮你。遇到了消耗型伴侣吗？在进入一段感情后，总是感觉身心疲惫、焦虑、内耗得不得了。以下几个特点是消耗型伴侣的特征，看他有没有啊。第一，对于你的付出他永远不满足，要求你为他更多的付出时间、金钱和感情，甚至不断的要求你为他做出牺牲。二，他只关注自己的需要和感受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根本不在意你的想法。三，对你的感情需求过分强烈，需要你无时无刻的关心他，无法接受自己被冷落，甚至在感情和身体上把你禁锢起来，不让你接触外面的人事物，让你围着他转。第四，生活中对你过度依赖，总是需要你不断的提供帮助，只要遇到难题就要求你为他处理，好证明你是爱他的。第五，在感情中缺乏责任感，无法承担婚姻或恋爱的责任，无论出现任何问题，矛头都指向你，所有的错误都认为是你造成的。长期与这种消耗型的伴侣相处，会让你感觉到辛苦和焦虑。你以为他很需要你，其实他更想满足的是自己的安全感与需求。如果你的另一半或你自己是消耗型的人格，可以找我，让我来帮帮你。男人背叛家庭会真心回归吗？其实在他选择出轨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真心已经没有那么值钱了。你要考虑更多的是你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平衡度。所以我劝各位原配，你不要去纠结他还爱不爱你，心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他都已经做了背叛你的事儿，那纠结这些就是折磨自己。如果这个男人对你来说价值很高，给家庭的经济稳定，对孩子也不错，或提供了你要的情绪价值，而且你们原本很幸福，那咱们就想办法把他拉回来。如果说他没有什么价值，你们也没有孩子，那你要他干嘛？能让男人真心回头的2个办法，第一个就是抓住他的软肋，狠狠的让他长记性，只有痛了怕了才不会再犯。第二个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让他离不开你。如果你有婚姻情感的问题不能解决，欢迎私信我，让我来帮帮你。什么是痴迷型的依恋人格？村上春树说，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也不是因为不爱了，只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不缺我。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来纠缠你，但没有任何意义。为什么很多人对一段关系难舍难分呢？甚至一段垃圾关系都不舍得丢弃。这类人通常是痴迷型的依恋人格，他们身上往往有3个特质：自卑、多疑、过度的付出。这类人焦虑、敏感又患得患失，伴侣的地位高于一切，而自我价值感又很低，需要通过别人的反馈来获得这种安全感。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恋爱脑，就常常问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呀？别人都已经把你弄得遍体鳞伤了，你还在求着对方。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就是你对另一半的关注力过高，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种过度的依赖，时常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，内心深处是自卑的。往往这种人很容易被渣男吸引，对甜言蜜语没有防御力。有的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，总觉得没有人会爱我，所以逮到一个就拼命的付出，死命的舔。殊不知你越没有安全感，你越容易失去一段感情。你在感情或婚姻上有困惑吗？你可以来找我，让我帮帮你。和冷暴力对女人影响更大，因为女人对沟通情感交流的需求更高。当男人不愿意面对你沟通时，你又压抑自己的需求，还带着赌气较劲的心态，要自己比他更冷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你很在意他，你对他的冷暴力就没有办法做到优雅从容。所以解决冷暴力不是跪舔，也不是比他更冷，就4字儿：无欲则刚。你得把时间更多的花在自己身上，也就是我常说的3个独立：精神独立、圈子独立、经济独立。特别是精神独立，当你向内求，学会爱自己，降低对他的关注，自己满足自己最核心的需求，他的冷暴力自然会变成只是保持沉默了。况且人性告诉你，你越让自己好起来，他越会对你好奇。人是不愿意承认你自己待着比跟我在一起更幸福，明白了吗？想要学会爱自己的，私信我，让我帮帮你。只对外人好的男人是什么心理啊？你们的男人窝里横在外怂吗？有时伴侣的愤怒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碰触到了他压抑已久的愤怒情绪和儿时的不好回忆。老板骂他，他不敢回嘴，因为怕失去工作。但对你不一样，你不会很严重的惩罚他，他觉得跟你发怒很有安全感，所以他把压抑的痛苦和愤怒毫不保留地倾泻在你身上。想想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时候我们让伴侣帮我们倒杯水，他没去，还在那玩手机，其实自己去倒就行了。但这触发到了我们儿时的记忆，那种和比较严肃或冷漠的父母相处的感觉。你会想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是不是不够好了？他会不会抛弃我呀？其实这是一种移情，把小时候对父母的情感与期待转移到了伴侣身上。对陌生人还可以保持理性，但对亲密的人特别容易产生移情，不自觉地被触发了不被爱的痛苦，就用迁怒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另外，在亲密关系中，伴侣低落的情绪会触发我们的无助感或自责感。例如，伴侣回到家他不说话，你问了几次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有什么好脸色，我们就对号入座，认为他闷闷不乐肯定跟我有关系。为了减少这种自责无助感，再加上想想自己也没招惹他，凭什么板个脸给我看啊？于是就跟他吵架，甚至攻击他。其实人家就是有点头疼，不想说话，或在公司遇到了烦心事，想静一静啊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总的来说，亲密关系中我们的界限感很差，要不就是不尊重对方乱发脾气，要不就是总觉得对方的事跟自己有关。当对方的痛苦缓解不了，对方的问题我处理不了时，我就会觉得自己无能无助，下意识的将这种无能变成对亲密的人的攻击了。你要的是安全感与爱，但却莫名其妙的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。多多觉察自己的情绪吧，对方很无辜，你也很无助，亲密关系就在这种互动中被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如果你和亲密爱人在相处中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关系越来越糟，你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，有完整的情绪课程，从认识情绪到觉察情绪到失控情绪的改善方法。我接了成千上万个麦，很多人问我，白老师，我和我老公吵架，刚开始我不想理他，就是希望他来哄哄我，后来他还真的不理我了，我很生气。但为了这个家，我低声下气的对他好，甚至舔他，但他还是没理我。我实在气我就把他拉黑了，他竟然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。老师，我要怎么样挽回这段感情呢？你做了一大堆舔狗的动作后，拉黑了对方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没有占据心理高位前，不要耍大牌，以为自己耍耍小脾气，对方就会回应你，哄你。你以为你们还在谈恋爱啊？必须要知道怎么去经营婚姻啊！我常说，男人对待感情，就像他去一家公司应聘，应聘前他会花很多时间打造自己的外表谈吐，研究公司怎么样才会录取他，连主考官要问的问题都会准备好答案，为的就是能够进入这家公司。一旦他被公司录取后，那心态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不会每天想着穿新衣捯饬自己，用200分的力气表现给领导看，而他想的是，我要开始拿工资了，我在这家公司能够得到什么回报呢？你想想看，如果这家公司没有高薪资，升迁管道不通畅，环境也不咋地，没有成长的发展机会，老板还整天挑你骂你，你会待在这家公司吗？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好好待在你身边，珍惜你，首先你要让他在得到你时是过关斩六将，他得之不易就会更加珍惜。其次，谈感情你得想清楚自己有什么条件吸引他待在这里，而不是想着对方会无止境的满足你。他有赚钱的本事，你有没有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？他有乱搞的本事，你有没有拿到证据的本事？你有什么是无可取代的价值？没有筹码还乱逼逼，
刚好给了对方离开你的借口。花点时间把自己的高位能力培养起来，不要在自己没有优势、没有话语权的时候给对方立规矩，你会把自己搞得非常被动，没有筹码，要么忍，要么装，要么培养能力找筹码。只有你展现的能力、好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和他家人共处的手腕，甚至给他工作上的建议，他就会永远都在追逐那个更好的你，自然就离不开你了。如何跟一个情绪负面、说话又伤人的人相处？首先你要知道，那是他们的局限性，伤害你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他们脑子里一团乱七八糟的想法和失控的表达方式。那是他们的小我在说话，小我限制了他们的心智，让他们想起了过去的伤害，就把这样的伤害转移到了最亲密的人身上。你应该同情他们跳不出自己的局限性，那么玩不的话，当然你就不会被他们的局限性伤害。这就是谁痛苦谁改变，不是因为对方不改，而是他们真的没有能力。而你若是愿意改变，你将获得成长的喜悦和更宽广的心，那就是善待自己，爱自己。如果你的婚姻遇到了热暴力或冷暴力，可以让我帮帮你。知道男女最大的区别吗？女人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说，我嫁给了什么样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如何的宠溺我，而男人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他的目标。想让你走时可以发狠，想用你的资源要你照顾家庭时可以发嗲，可以用你来打发。女人啊，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想要什么，而不是只想着这个男人的时候，那就是幸福的开端了。女人最高级的自律，不是健身，不是理财搞钱，是不允许烂男人留在她的生命里，一刻都不留。她绝不会浪费生命在跟渣男好，她只筛选，不改变任何人。你还受母情节养男人，你的苦是因为你跟垃圾纠缠。说的难听一点，远离逃跑都来不及了，你还紧追着不放，跟烂男人纠缠，保证你的财运不佳，情路坎坷。爱你入骨的男人一定会有这3个表现，这里是装不出来的。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爱你的人的表现在于他的行动上，而不只是在嘴上。这些行动可以分为3点，现在帮你顺一下。第一，男人对你动了真情，那他一定会拒绝和异性暧昧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一个人若和另一个人处于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，那么他很难再和别人发生情感上的连接。当一个男人真的爱你，那他会主动的为你拒绝诱惑，因为爱你，他就有了软肋，他容不得你受一点点伤害，因为爱你，他就害怕失去你，而他不可能会冒着失去你的风险去换取那一点点的欢迎。第二点，爱你入骨的男人会对你绝对的信任，他在精神上、心理上很大的程度都能依赖你。比如他生活中的90%的时间和精力都和你有关系，他不可能只是在嘴上说我爱你，他一定会把爱你的这件事情落实到行动上。节日纪念日的礼物和仪式感，他一样都不会少。他会给你高质量的陪伴，会倾听你的心事，会替你排忧解难。第3点，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爱你入骨的男人可能没有那些渣男那么油嘴滑舌，他们可能不会说什么浪漫的情话哄你开心，但是他的爱在细节上却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细节是不可能撒谎，比如他怕你着凉，半夜给你掖被子，比如你几个小时没回信息，他会担心给你打电话，再比如他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，进入他的圈子等等。总之，真正爱你的男人，你是一定能感受到的，他满眼都是你，也装不出来。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被爱了，就说明你们的感情处于被消耗无滋养的状态，这也恰恰说明你只是在自我欺骗而已，你懂了吗？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其实男人在任何年代变更当中，无论自身的价值高低，爱的女人几乎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个能说中他心思的人。因为无论是优质男还是事业一般的男人，在生活当中都会自动的被划分到不需要被理解的人群中去，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顶天立地的不卑不亢，所以被理解、被击中内心的需求就是他们最大的软肋。你只要记住这一点，你在感情当中就会游刃有余。所以在某种特定的时候，你要把男人当孩子，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共情。比如男人事业受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鼓励。这个时候如果他的耳边传来一句温文尔雅的声音，告诉他
我没想到你这么坚强，虽然我知道你会成功，但你在承受压力的时候没想过放弃，我真的觉得你很优秀。这个时候他能够获得的是一种失败当中的认同，这种认同会给他力量。同样的，他也会觉得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他想要的终身伴侣。你可能会说，那这样会不会让他飘起来呀？一个人不飘一下哪来的自信呢？难道要天天打压他，让他变成一个怂包，不敢说话？男人其实都喜欢当英雄，你的鼓励、支持、仰慕都会满足他的这种需求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其实就已经算是懂男人了。爱在行动上，不在嘴巴上。一个男人每天关怀你几句，突然不发信息了，你就不习惯了。过2天突然等到他的信息，你就控制不了的偷笑。人家一句想你爱你，你就心花怒放，觉得遇到了爱情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哪来的这个立足点，这可能纯属太空虚了吧。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，不是几句甜言蜜语、短暂的陪伴就行的，至少要有付出，并且是持续性的付出。这个不是势利眼，别人给不给你，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己的分量。成年人比较珍贵的资源有2个，钱和精力。男人愿意付出资源，是非常想要得到的，他的愿意持续的付出才是爱。即使受限于现实，但肯定也是尽自己的所能。未来的规划里也一定有彼此。穷不是不用心的理由，换句话，已经穷了还不肯花心思，还不去为了未来努力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。除了愿意付出，大部分就属于白嫖的心理，能不花代价的得到最好，而不能得到的也不是很稀罕，尤其在婚姻婚外情当中更是如此。很多来咨询我的女性都把男性的婚外情中的欲望和占便宜当成爱情，在男人的心里很多都是看菜下碟的。女人分3、6、9等，要付出多少成本心里门清。有的女人值名牌包，有的女人就值路边摊。如果超过心中估量的这个价值，那就是不值得，她也不会付出。在男人的心里值多少，体现在各个细节上，是可以量化的评判标准，就是他们付出的资源。没有价值时提什么要求，他都觉得你作，对你付出他觉得没必要，能不费心就不费心，反正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。上不上心真的是看你值不值得。女人一定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价值和优势，不要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，让自己变得廉价。任何人对于自己付出越多的人和事都会珍惜的，相反，对于轻而易举得到的总是理所当然，最后一点都不会珍惜。男人一个问题就能看出你在他心里的地位。当你给一个男人发你会离开我吗？如果他回复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这一般是渣男在敷衍你。如果他回复说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这是喜欢你的人在回复你。如果他回复说不会的，怎么啦？就是关心你的人在回复你。如果他回复说你怎么这么问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那这是真心爱你的人的回复。如果这个男人回复说你问这个干嘛，你有毛病啊，那这个人就是准备离开你的人，你不妨试一试。女人越爱男人越得不到尊重，我就讲一个例子，你很快就明白了。看一个男人厉不厉害，只要看他身边的女人你就知道。现实告诉你，越是有本事的男人越懂得如何尊重自己的女人，越没有出息的男人对女人脾气越大。一个男人哪怕你有再多人喜欢，气质再出众，只要他不善待自己的女人，那他就逃不过这3种下场。第一，事业再努力也不会顺利。一个不尊重女人的男人，品性好不到哪儿去，就算他再有能力，贵人也会远离他。之前有很多实名举报丈夫的妻子，你说这样的人谁敢提携他？不善待妻子的男人是没有前途的，因为妻子也不是傻子，你对他不好，那他就不可能支持你，为你免除后顾之忧。第二，不懂得尊重女人的男人，孩子也不会尊重你。试想一下，爸爸每天对妈妈大呼小叫，张口就骂，孩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孩子要么记恨你，要么就有样学样，长大后也不懂得尊重人，更不会孝顺。第三，不管任何时候都没人关心你，
年轻时很嚣张的男人，种种行为寒了女人的心。没有哪个正常的女人愿意跟一个对自己不好、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男人过一辈子。当你的女人心寒了，她离开你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决绝，会让你防不胜防，而且没有逆转的机会。因为爱不是一天形成的，离开也不是。40多岁的女性离婚之后，晚年生活会过得很惨吗？这位女士说出了心里话。王先生和李女士在快50岁的时候离婚了，是李女士提出离婚的。王先逢人就说，我老婆就是疯了，这个年纪还想着离婚，真是个欠收拾的。这王先生脾气暴躁，而李女士呢，以前面对王先生的打骂从来不反抗。李女士年轻那会儿，老家信息闭塞，李女士根本就不知道女性还有其他的活法，她以为全天下的女性都在婚姻当中忍气吞声呢。后来读的书、看的人以及她的见闻，渐渐的见多识广了，李女士才明白，原来不是所有的女性面对丈夫都是逆来顺受的。原来在感情里，最好的姿态就是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不会再对你好了。当她接受了新思维，她就想痛痛快快的离婚，活出自己。李女士离婚后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悲惨，她快50了，但她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正在慢慢的开始，身体健康，做保姆，照顾老人很有一手。不上班的时候，李女士到外走一走，逛一逛，儿女也大了，不用她操心。李女士赚的钱一半给儿女，一半自己存着。发工资的时候就买几身漂亮的衣服装扮自己。50岁左右的李女士离了婚，却变成了一个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不用再承受老公打骂的时髦独立女性了。李女士认为，一个女性只要思想不依附、不守旧，生活上愿意吃苦耐劳，那么无论她在几岁的时候离婚，离婚的日子都不会太差，都能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。你知道最让女人寒心的是什么？其实并不是生活太辛苦，而是遇到了这3种伴侣。第一种，不会沟通的人，这种人从来不会主动的了解妻子，遇事懒得沟通，懒得解决。如果你生闷气，他还会觉得你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。哪怕你想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和他谈，谈到最后就只会吵架和冷战收场。跟这种人过日子有苦说不出。第二种，自私冷漠的人，这种人一定是撑不起感情的。他心情好的时候怎么样都行，一旦有了矛盾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完全变成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对你的耐心几乎是0，既暴躁又没有包容心，甚至还会刺激你、贬低你。他只顾及他自己的开心，我爽就行了，让你受尽委屈。争吵过后，你可能1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可他却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第三种，只会听外人的话，这种人说话做事不经大脑，家人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，外人的话却笑脸相迎。家人的10句话抵不了外人的1句话，最后出了问题，还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。你以为你在陪她吃苦，她还觉得你在耽误她的大好前程。女人不是永动机啊，你的付出和牺牲是需要被尊重的。老公的爱和尊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动力来源。如果你的伴侣有3种以上的情况之一，我相信你的日子会过得不怎么样。唯有用对的方法来培养他对你的尊重和爱，你才能够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。你明白了吗？如何反制男的冷暴力，一招让他屈服。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能听完，你绝对能够顿悟，不仅彻底走出被冷暴力的阴影，还得让男人不敢再对你使用冷暴力。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叫冷暴力。冷暴力就是不回应、不拒绝、故意忽视你、不闻不问，强行阻断一切和你沟通的桥梁。习惯冷暴力的男人往往都有以下这3个特点，听完你就知道如何应对了。第一，极度自私且自我的男人，这种男人对你使用冷暴力往往有其目的的。他知道冷暴力会让你难受，所以他故意用冷落你的这种方式让你感受到痛苦，从而逼迫你妥协，让你答应他一些自私无理的要求。第二，他遇到问题喜欢逃避，缺乏责任感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是不可能去直面问题的，遇到冲突和矛盾，他只会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到保护壳里。至于他的冷暴力会不会让你整夜的无法入睡，这不是他关心的，反正你的死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第三，拒绝沟通，没有同理心的男人，这种男人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心寒。正常来说，
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哭，我们都会于心不忍，可他看到自己的枕边人哭，他却视而不见，真的是连陌生人都不如啊。那么面对男的冷暴力，是不是就没有解决办法的呢？当然不是，你一定要知道男人对你冷暴力背后的算盘。冷暴力其实是一种主观的感受，如果他的冷对你无效，那他冷就随便他了，你就过自己的生活，当他不存在，那么他的冷暴力就起不起作用了。你要学会放下期待，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想一个忍心对你冷暴力的男人，他其实早就不爱你了。冷暴力的本质是这个人的人品他出了问题，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，把你拉到无尽的黑暗里。对于这样的男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，你别管他的死活，别在意他，你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千万不要再对冷暴力的男人心存期待，因为有些男人的心就像冰窖里的石头，又冷又硬，你永远都无法捂热他，你懂了吗？女人的这3个底线，男人千万不要无视，否则他会对你绝情到底。第一，千万不要无视女人的猫性。当一个女人向你展示她猫性的时候，说明她对你有绝对的信任。她撒娇的时候需要你的回应，她做错事的时候需要你的安慰，她情绪低迷的时候需要你温暖的抱抱。如果你在她需要的时候打击她、无视她、嫌弃她，那她就会像一只记仇的猫一样，狠狠地记住，绝不再犯。如果你的女人猫性都消失了，说明她就要离开你了。这就是猫性女人的自尊。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呵护，就是她最想要的在乎，你千万不要辜负。第二，千万不要无视女人的分享欲，她是因为爱你，才恨不得把所有所见所闻都和你分享。如果她不喜欢你，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懒得发给你。在女人的世界里，有人听她讲那些无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最高级的浪漫。如果你因为嫌她啰嗦唠叨，那她就会对你紧闭心门，永远不再打开。因为爱意的流失，也是从分享欲的减退开始的。第三，千万不要无视女人对爱的洁癖。你伤害了她，哪怕她痛到了极致，她也可以因为爱你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但如果你以为她是真的单纯好哄，那你就错了。不是只有男人才对感情有洁癖，女人也有，她也需要你的忠诚和承诺。没有做到的承诺和撒谎是没有区别的，背叛就是背叛，欺骗就是欺骗。当这些可笑的谎言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是他对你冷酷绝情的时候。在你无数次给他空欢喜的时候，在你一次次接纳他给你的机会的时候，他的心也就慢慢的冷却了。当他不爱你的时候，你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。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愿意跟你沟通的男人，他让你受尽委屈，你却不知道如何应对，那么今天这条视频你一定要认真看完。首先你要明白，这样的男人往往选择逃避问题，不愿意主动解决。你找他谈心，他觉得你烦；你生闷气，他会觉得你没事找事。你想和他好好聊聊，最后却演变成吵架或冷战。和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你会觉得很累。那怎样才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呢？记住，不要试图去改变他，因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越想改变他，自己越难受，他也会越来越生气，最后陷入恶性循环。其实婚姻里的2个人就像2个一起划船的伙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桨，只有2个人齐心协力，船才能快速的前进。如果他不上心，你就要学会自己多努力，同时也要让他为家庭付出更多。不要强迫自己去和他沟通，因为那样只会让你更痛苦。你要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当你成长了，钱越来越多，人越来越美，他在你的人生中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如果你觉得选错了婚姻，不要灰心，一定要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可以来找我聊一聊。